穿越成乞丐，卖艺被打，讨粥被踹，跟狗抢馒头都抢不过，一气之下砍死捕快，竟觉醒了造反系统。30天内认郑国公当干爹，否则必死无疑。穿越到古代，我成了一个乞丐，和狗抢一个馒头，还没抢过狗。为了生存，我自创快板唱街，却被官府暴打。我跟人合伙演戏，胸口碎大石头，结果真的被石头砸吐了血。在古代，要个饭也这么难吗？那日我在郑国公府门前等候他们施粥，想着总能吃上一口饭，可眼见排队到了我这，不知哪里又出来一伙捕快，再次无缘无故将我暴打。我疯了，脑子一热，抄起旁边的斧子，对着领头的捕快就是狠狠一砍，那人当场死亡。恭喜宿主获得超级无敌造反系统，宿主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副本内造反任务，升级系统，最终登顶称皇。游戏成功可回到现世，并获得3000万现金奖励。注意，若在副本进行中宿主死亡，则本体一同死亡。游戏结束，当前为邪牙国20年，君主暴政，民不聊生。当前副本任务，投靠郑国公何冲，一起造反。支线1，认他当干爹，可成功激活邪牙国副本。任务失败，则宿主死亡。游戏结束，就在我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时，一伙人突然从郑国公府冲了出来，领头人当即给我迎头一棒，我直接失去意识。当前支线任务限时30天，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支线任务，则宿主死亡。游戏结束，请宿主合理安排时间。我是被系统的声音给吵醒的，睁开眼，眼前出现了一个30天倒计时装置。我错愕地看着那倒计时，根据系统提示，要是没完成任务，我就会死。可要是我完成了，不仅能回到现实，还能得到3000万奖金，这还真是两个极端。此时，我发现自己躺在一个装修华丽的厢房中，房间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檀香，与我之前栖身的破庙和街头的馊味截然不同。头顶是绣着繁复云纹的青色纱帐，身下是触感细腻柔软的颈背。我挣扎着想坐起来，却发现浑身酸痛，稍微一动，胳膊和后背上就传来阵阵钝痛，最终又躺了回去。醒了。一个略带沙哑却又透着几分威严的声音在房间另一侧响起。我循声望去，只见一个身穿墨色锦袍的中年男子正坐在一张梨花木椅子上，手里捧着一卷书，他目光却锐利如鹰，正一眨不眨地盯着我。他身后还站着2个身形彪悍、腰配长刀的劲装汉子，面无表情，眼神警惕。这阵仗让我心里咯噔一下，这些人是郑国公府的。你们是谁？我咽了口唾沫，嗓子干得冒烟，声音也有些沙哑难听。那中年男子放下手中的书卷，嘴角勾起一抹意味不明的笑容。你在老夫的府邸门前光天化日之下手持利斧劈杀朝廷捕快，如今却问老夫是谁？郑国公。我心里一惊，难道眼前这位就是邪牙国的郑国公何冲？那个系统提示里说可以投靠一起造反的郑国公。小人！我一时语塞，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说我是被逼无奈，说那捕快该死。在这位位高权重的国公爷面前，这些话有用吗？搞不好还会被当成狡辩，罪加一等。何冲似乎看穿了我的窘迫，他端起桌上的茶杯，轻轻抿了一口，才缓缓说道：那捕快横行霸道，鱼肉乡里，死不足惜。他的语气听不出喜怒，这让我更加忐忑不安。我试探着问道：国公爷您不打算把我送官吗？送官之后，你觉得你还能活着从大牢里出来吗？那捕快虽不是什么好东西，但终究是朝廷命官，你杀了他，便是犯下了弥天大罪，按律当凌迟处死。我浑身一颤，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凌迟处死，光是想想那个场面，就让我不寒而栗。不过老夫观你虽衣衫褴褛，面容憔悴，但眼神之中却透着一股不甘和狠劲。他顿了顿，身体微微前倾，盯着我的眼睛，一字一句地问道：小子，你叫什么名字？我定了定神，虽然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眼下活命要紧，只能老实回答：小人无名无姓，大家都叫我狗子。在这个陌生的古代，我一个穿越者，确实没什么正经名字。之前乞讨时，别人随口叫的阿狗，我也就认了。狗子，既然你杀了官差，旧的身份是不能用了，你可愿入府？我一愣，入府？突然想起之前系统的提示，我赶紧点头。小人愿意。何冲沉思片刻，说道：你在绝境之中尚能奋起反抗，如同困兽犹斗，以求一线生机，就在府中做个家丁吧。今日起你就叫阿斗。我又是一愣，只是个家丁，不应该是干儿子吗？可如今也没路可走，我只能点头答应。小的阿斗，谢国公爷救命之恩。你伤势未愈，
先好生歇着吧，安心在此养伤，会有人照顾你的饮食起居。说完，他便带着那2个劲装汉子转身离开了房间。何冲走后，我陷进温暖又华丽的警备之中，脑海里却思绪万千。我闭上眼睛，那个冰冷的机械提示音仿佛又在耳边响起。投靠郑国公，一起造反，认他当干爹。可成功激活系统，副本内宿主死亡，则游戏失败。所以必须得是父子关系才行。看来我得想法子获得郑国公的信任，拜他当爹，这样才能完成支线任务。然而就在此时，一批人闯进了国公府，我被嘈杂声吸引，偷摸到前院去看。对方带着兵马，少说也有10几个人，领头者穿着朝服，他身边一个穿着捕快衣服的人上前一步，指着郑国公的管家说道：“大人，就是他们，把那个杀了你小舅子的凶徒藏了起来，属下亲眼看见人被抬进了国公府。”我一愣，顿时瞪大了眼，那捕快头领竟然是这位穿朝服的大人的小舅子。不过眼前这个人是不是也太无理了些？就这么公然闯进郑国公府，丝毫没把何冲放在眼里。难道2人有仇？重点人物提示：郑国公何冲，年少时有从龙之功，家中嫡长女，何思雨乃皇帝贵妃，故封为郑国将军。后因平定边疆，叛乱有功，加封为郑国公，手握部分兵权，但因其刚正不阿，屡次直言劝谏君主暴政，与朝中右相魏忠明为首的党羽积怨颇深。近年来屡遭君主猜忌，与朝中奸臣排挤，处境微妙。此时耳边响起系统的提示声音，听着系统解说人物背景故事，我顿时恍然，获得2个重要信息。第一，看何冲不顺眼的人很多，朝堂之中几乎都在弹劾排挤他，人缘不好。第二，眼前这个嚣张放肆，丝毫没把国公府放在眼里的人，8成是右相魏忠明的人。我心中一动，原来这郑国公府看似风光，实则也不咋地啊。我心中询问系统：眼前这个人是谁啊？给我介绍一下。当前人物非重点人物，没有介绍，请宿主自行调查。我顿时无语。此时，那身穿朝服的大人面色铁青，3角眼死死盯着从明堂中不紧不慢走出来的郑国公何冲。郑国公，本官奉旨捉拿杀人凶犯，你府中下人竟敢阻拦，莫非是想包庇杀人犯，对抗朝廷不成？还是说，那人就是你安排的？何冲并未因对方的无礼而动怒，只是那双锐利的眼睛微微眯起，扫了眼那朝服大人，淡淡道：“李大人，你带着这么多兵丁闯入我郑国公府，是想搜查呢，还是想抄家？”那个姓李的大人顿时语塞，随即嗤笑，双手作揖，假模假式地说道：“臣见过郑国公。”何冲冷言相对，不曾言语。国公爷，本官接到报案，杀人凶徒就藏在你府中。那个乞丐杀了我小舅子，今日我必将其捉拿归案，还请国公爷放人出来，不然就休怪本官到陛下面前擦你一本，自你窝藏凶徒，蓄以谋杀之罪。放人？何冲冷哼一声，声音陡然转厉：“李大人，你奉旨拿人，可有圣上手谕？可有刑部文书？空口白牙就想在老夫的郑国公府里搜人？你是仗着魏忠明给你的胆子，还是觉得老夫这郑国公府是你想来就来，想搜就搜的？又或者假传圣旨？”一连串的质问让李大人脸色一阵青一阵白，他身后的捕快也有些心虚，毕竟郑国公府不是寻常地方，何冲更是手握兵权的国公，真要硬碰硬，他们未必讨得了好。我在边上躲着，看得心里别提有多爽了。自从我穿越到这里之后，这群穿着官服的人就横行霸道，目无王法，欺压百姓。今天总算看到有人能把他们怼得哑口无言。这郑国公何冲果然有几分硬气，不像那些只会欺压百姓的软蛋。不过通过何冲的话，我也了解到，这个李大人就是右相魏忠明的走狗。你这是强词夺理！李大人色厉内荏地喊道：“那凶徒就在你府门前杀人，人证物证俱在，你将他藏你府中，这分明就是包庇！”何冲缓缓踱步上前，每走一步，身上那股久居上位的威严便重了一分，压得李大人带来的那些兵丁都不由自主地后退了半步。人证物证。何冲走到李大人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人证是谁？物证何在？是看到老夫亲手将人带入府中了，还是找到了杀人的凶器出自我府？老夫倒是想问问，昨日那捕快为何会无缘无故在老夫府门前殴打一个乞丐？又是谁给了他那么大的权力，敢如此欺压百姓？李大人，这些你都查清楚了吗？李大人被何冲的气势所慑，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我看你是查也没查，问也没问，
就急吼吼的带着人马来了吧。何冲眼中闪过一丝不屑，随即笑道：还有，即是奉旨，奉的是谁的旨？若是当今陛下下旨，老夫即刻敞开了大门，让李大人搜。可若只是一只狗在门前乱吠，那老夫也不会放在心上。怕就怕这狗没明白主人的心思，结果惹了祸事，玩火自焚。这话骂得极为难听，几乎是指着鼻子骂李大人是魏忠明的狗，并且还是一只极冲动又愚蠢的狗。李大人此时气得浑身发抖，指着何冲道：何冲，你……他拟了半天也没拟出个所以然来，只能大口大口喘着气。何冲不屑地撇撇嘴，最后说道：你今日若拿不出确凿的证据，就带着你的人从老夫的府中滚出去，否则休怪老夫以擅闯国公府，意图构陷朝廷命官的罪名，将你们全部拿下，送到刑部去问罪。他这话一出，李大人彻底慌了神。权衡利弊之下，李大人最终还是怂了。他咬了咬牙，怨毒地瞪了何冲一眼，又似乎想在人群中找到我的身影，最终却只能恨恨地一挥手：我们走。一群人来得快，去得也快，转眼间就消失在了镇国公府的大门外。一场风波就这样被何冲轻描淡写的化解于无形。我躲在廊柱后面，将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心中对何冲的敬佩又多了几分。这才是真正的大佬啊！几句话，几个眼神，就把对方吓得屁滚尿流。这样的干爹，我认了也不亏啊。可我现在一个小家丁，如何寻找机会让他收我当干儿子呢？想到那个30天的倒计时，我的心又沉了下去。看够了吗？一个声音在我身后响起，吓了我一跳。我猛地回头，只见何冲不知何时已经站在了我身后，正似笑非笑地看着我。我心里咯噔一下，赶紧低下头，单膝跪地。阿斗参见国公爷。何冲没有让我起来，而是绕着我走了一圈，慢悠悠地说道：胆子不小，刚入府就敢到处乱跑，还敢躲在这里偷听。我大气不敢出，只能一个劲地磕头。小的不敢，小的只是听到外面有动静，好奇，所以才想看看老夫能不能保得住你这条小命。何冲打断了我的话，语气带着一丝玩味。我心中一紧，知道自己这点小心思被他看穿了。我索性不再辩解，只是伏在地上说道：小的知错，请国公爷责罚。何冲沉默了片刻，就在我以为自己要倒霉的时候，他却突然开口，声音恢复了之前的平淡：你可知刚才那位李大人是谁？我抬头看向何冲，摇了摇头。他是右相魏忠明的干儿子，刑部尚书李默，仗着魏忠明的势力，在京中横行无忌，没少做仗势欺人的勾当。那死去的捕快头领便是他小舅子，平日里没少借着他的名头敛财作恶。你杀了他，也算是为民除害，只是这梁子算是彻底结下了。原来那李大人竟是刑部侍郎，还是魏忠明的干儿子，难怪敢在镇国公府这么嚣张了。我心念一转，顿时心里有了主意，给何冲磕了一个响头。阿斗承蒙国公爷相救，这条命便是国公爷的了。小的人威严轻，虽不能为您分忧解难，但往后国公爷但凡有差遣，阿斗定当万死不辞，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也绝无二心。我抬起头，眼中满是真诚与决绝，这可是我争取信任的第一步。何冲看着我，眼神深邃，让人猜不透他在想什么。我一愣，立马调转口风，以退为进，委屈道：阿斗知道自己才疏学浅，没什么本事，竟然也敢在您面前大放厥词。今日那个李大人这般嚣张，若是他日他真的带来陛下圣旨，阿斗岂不是连累的您？阿斗这就走。说罢，我站起身转身就走，可眼见着我已经快要走到大门口了，何冲都没说话，顿时傻眼。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下咋收场？且慢。然而就在我距离大门还有2步之遥的时候，何冲终于开了口。我赶紧转过身，一脸迷茫地看着他。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缓缓开口：你倒是个机灵的，心眼儿也不错，只是光有忠心是不够的，还得有本事。老夫府中可不养闲人。我心中一喜，他这是在给我机会啊！我连忙说道：小的愿意学。学？你想学什么？武功、兵法，还是吟诗作对？我想了想，慎之又慎，说道：只要能帮上国公爷，学什么都行。何冲深深看了我一眼，说道：老夫府中有个教头，姓秦，一手秦家枪法，使得出神入化。你若想学武，明日起便去他那里报道吧。不过秦家枪法入门极苦，每日天不亮就要起身扎马，风雨无阻，你可吃得下这个苦？我心中一凛，学武，这简直是瞌睡送来了枕头。
有了武功，至少以后遇到那威胁，不至于只能任人宰割。我立刻单膝跪地，朗声道：“小的不怕苦，只要能学到本事，再苦再累，阿斗都能坚持。”好，那你便先从扎马开始。若3个月后，秦教头说你尚可造就，你再正式拜师学艺；若不成……他顿了顿，没有再说下去，但意思已经很明显。我有些诧异，3个月，那我哪等得起啊？顿时竖起一根指头，放言道：“1个月，阿斗必定学成。”何冲轻笑摇头，便转身进了堂屋。回到房间，我激动得差点跳起来。虽然还没认成干爹，但至少已经迈出了第一步。而且学武，我握了握拳，感受着体内那股因激动而涌动的力量。可到了第2天，我就后悔了。原来学武一点也不简单。练武场中，秦教头身材魁梧，面容刚毅，手中枪影如龙，虎虎生风，枪尖划破空气，发出尖锐的呼啸声，看得我眼花缭乱。而我光是扎的马步就费了老鼻子劲，顿时觉得自己不是天赋型选手。系统，你有没有什么能够快速学成或者一瞬间变成武术高手的渠道啊？这么练我练8辈子也练不成，这还造哪门子的反啊？我一边费力扎着马步，一边在心里默念着。宿主暂未开启武学天赋能力，不如弃武从文，改做某事，这样还有机会速成。温馨提示：若宿主能在倒计时10天之内完成当前支线任务，可获得奖励初级武学圣体。我一愣，看来还是得赶紧让何冲认我当干儿子。想来他也不会要一个小人当儿子了。扎马的过程枯燥且痛苦，双腿如同灌了铅一般沉重，汗水顺着脸颊滑落。秦教头就站在不远处，目光一直盯着我的一举一动。我咬紧牙关，死死盯着前方的地面，脑子里不断回想那个初级武学圣体的奖励，还有那该死的倒计时。如今只剩下25天。阿斗，腿再分开些，膝盖内扣。秦教头的声音如同洪钟，震得我耳膜嗡嗡作响。我连忙调整姿势，大腿内侧传来撕裂般的疼痛，豆大的汗珠模糊了视线。就这样，日复一日，天还没亮，我就得挣扎着从硬板床上爬起来，赶到练武场。到了晚上，我还要在系统的辅助下研究枯燥至极的兵法。除此之外，为了能尽快完成支线任务，我开始琢磨如何能在练武之外增加与何冲接触的机会。我发现何冲每天清晨都会在后花园的凉亭里喝茶，独自一人，似乎在思考着什么。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于是扎完马步，我顾不得休息，便偷偷跑到凉亭处，给何冲提前备好茶点。每日如此，倒计时13天。我刚把茶碗摆在桌子上，系统便发来了提示。算好时间，我故意放慢了动作，嘴里开始小声嘟囔着：“阿爹，你死得早，没机会喝儿子泡的茶。如今儿子出息了，再也不是乞丐了，又得国公爷的赏识，儿子就把国公爷当爹伺候了。”说着，我还硬是挤出了2滴眼泪。收拾好一切，待我转过身的时候，何冲身着一袭便服，背着手就站在我身后。他看着我的双眼，透出复杂的情绪。我跟秦教头打听到，早些年何冲有过2个儿子，但都战死沙场了。如今唯一的独女还进宫当了贵妃，听说因为她的关系也不受宠，所以父女俩一年到头也难见上一面。也许这是他心里柔软的地方。看见何冲，我故作惊慌失措，打翻茶碗。国公爷，阿斗没有偷懒，阿斗这就回去训练。不急。何冲轻声开口，我赶紧停下脚步，看着他。只见他端起那茶杯，放在鼻尖轻嗅了一下，眼神中尽是哀伤之色。瞧见他若有所思，沉默不语，我便知道自己押宝押对了。你的马步练得如何了？秦教头可有为难你？何冲缓缓开口，我连忙躬身答道：“回国公爷，秦教头悉心指导，受益匪浅。虽然辛苦，但每日都在进步，定不辜负国公爷的期望。”哦，何冲挑了挑眉，这么有信心？是的。我挺起胸膛，语气坚定：“小的不仅要练好扎马，更要将秦家枪法学到手，将来好为国公爷效犬马之劳。”何冲不置可否，只是看着我，目光深邃。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缓缓开口：“你倒是比老夫想象中更有韧性，只是光有韧性还不够，还得有机变。”我心中一动，他这话是什么意思？是在提点我吗？小的愚钝，请国公爷明示。何冲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淡淡道：“昨日又向魏忠明在朝堂上又参了老夫一本，说老夫私藏亡命之徒，意图不轨。”我心中一惊，那陛下相信了吗？何冲冷笑一声：“陛下虽未明言，但疑心已起。魏忠明这老狐狸手段层出不穷，你以为李默那日带人闯府，真的只是为了抓你这个凶徒吗？”我恍然大悟，故作推敲：“
他们是想借机搜查国公府，寻找构陷您的证据。不错。何冲点了点头，他看着我，眼神变得锐利起来。阿斗，你虽是老夫收留的一个家丁，但如今也算是半个国公府的人了。老夫问你，若将来府中真有变故，你会如何？这是一个考验。我心中念头急转，几乎没有任何犹豫，便单膝跪地，朗声道：阿斗这条命是国公爷给的，若国公府有难，阿斗愿肝脑涂地，在所不辞；刀山火海，在所不辞。既然说到这了，我便乘胜追击。若国公爷不嫌弃，让我叫您一声义父，也算报答您的救命之恩了。顿时鸦雀无声，我立马又以退为进说道：阿斗自小便没了父亲，不然也不能做了乞丐。有幸遇到国公爷，赐阿斗姓名，教阿斗练武，还给阿斗吃饭穿衣，如同再生父母。阿斗想一辈子留在国公爷身边，在您身前尽孝。我把曾经看过的电视剧里拜义父的名场面演了出来，绘声绘色，连我自己都感动得哭了出来。何冲静静地看着我声泪俱下的表演，脸上的表情依旧平静。我跪在地上，心提到了嗓子眼，大气都不敢喘，只能用眼角的余光偷偷观察他的神色。成败就在此一举了，如果错过这个机会，2天之内不会再有第2次机会了。多次提起，何冲肯定会觉得我另有所图。过了许久，久到我膝盖都开始发麻，何冲才缓缓开口，声音带着一丝沙哑：你这小子。我心中一喜，听这语气有戏，连忙趁热打铁道：义父在上，请受孩儿一拜。说着，我咚咚咚连磕3个响头，额头撞在青石板上，发出沉闷的响声，疼得我眼泪差点真的掉下来。但此刻我却觉得无比值得。何冲没有阻止我，只是静静地看着，等我磕完头，他才忍不住抿嘴笑了起来。你倒是不傻，知道先磕头噎住我的话。我挠头傻笑，那是因为义父心里早就有数，定然也想认我当儿子，不然干嘛不阻止我呢？何冲满意一笑，随即点了点头。看你倒不是个不学无术的，好好教导，定能成器。恭喜宿主完成支线任务，何冲造反副本成功激活，获得初级武学圣体，关节灵活度与稳定性，基础力量、耐力与心肺功能、平衡力、神经肌肉协调性、反应速度各提升45%，获得初级参谋思维、基础军事知识、历史洞察力、战略分析力、逻辑推理力、基础技术与趋势认知。在那一瞬间，我感觉有无数力量从4面8方猛地冲进我的身体和大脑，它们在进入我大脑之后，立马形成文字和记忆，被我及时捕捉和储存。原本还有些酸胀的双腿，似乎瞬间充满了力量。扎马时那种几乎要散架的疲惫感也消散了大半，脑海中更是多出了许多关于排兵布阵、粮草调度的基础概念，仿佛这些知识本就刻在我的脑子里一般。我握了握拳，能清晰地感受到拳头上涌动的力量比往日强了不少，连眼神都觉得清亮了许多。此时，何冲看着我说道：阿斗，既然你已是我义子，有些事也该让你知晓了。为钟鸣党羽遍布朝野，权势滔天，老夫与他早已势同水火。他是我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昨日朝堂参我一本，只是开始，接下来他定会有更狠辣的手段。我心中一凛，知道真正的考验现在才开始。义父，那我们接下来该如何应对？我问道，并且开始尝试运用刚刚获得的初级参谋思维去思考。何冲眼神凝重，魏忠明想动我，也得掂量掂量自己的斤两。老夫在军中经营多年，门生故吏亦不在少数，只是陛下的态度最为关键。他既忌惮魏忠明的权势，也对老夫心存疑虑，这盘棋难下呀。我沉默不语，此刻心中已与先前大相径庭。不过，何冲话锋一转，眼中闪过一丝锐利的光芒。魏忠明树大招风，这些年结下的仇家也不少。我们并非没有盟友，只是这些盟友或明或暗，需要我们去联络，去争取。义父，我凑近何冲，低声道：当今陛下残暴不仁，宠信奸佞，魏忠明不过是他手中的一把刀，今日能斩向义父，明日也能挥向旁人。长此以往，国将不国，百姓流离失所。依孩儿看，这昏君当道，奸佞横行，倒不如……我故意停顿，观察着何冲的神色，见他虽未言语，眼中却闪过诡异波动。倒不如取而代之，另立新君，还天下一个朗朗乾坤。话音刚落，何冲猛地一拍石桌，茶碗中的茶水都溅了出来。他看向我，眼神中像有无数把刀子一般。此等大逆不道的话，你怎的脱口而出？这可是诛九族的罪。我一愣，这何冲不想造反吗？应该是想的吧。可由于搞不清楚状况，
我只能低头闭嘴。义父息怒，孩儿多言了。何冲没有废话，点了点头，只是冲我摆了摆手。你先下去吧。是，义父。我恭敬地行了一礼，转身退出了凉亭。离开凉亭后，我没有立刻回练武场，而是找了个僻静的角落，仔细感受着体内的变化和接收脑子里的信息。此时，系统再次发来提示：支线2，逼何冲造反，尽快联系旧部和盟友。支线3，暗杀李默，让魏忠明和何冲彻底翻脸。限时90天，倒计时开始。看着系统的提示，我陷入沉思。原来何冲压根不想造反，他是个实打实的忠臣啊。那我怎么劝呢？得需要一个契机才行。我突然想到，秦教头跟我提过一嘴，10天后是皇后寿宴，何冲要殿前献礼，乃是一颗南海夜明珠。若我能将其换成魏忠明的罪状，陛下必定雷霆震怒。这可是个一箭双雕的好机会，一来离间皇帝和何冲的关系，二来也能让魏忠明怒火中烧。这么想着，我就开始准备计划。白天还是继续练武，因为有初级武学圣体加持，我的成绩突飞猛进。晚上靠着参谋思维，再加上曾经当乞丐时听到百姓说魏忠明的坏话，我换上专业术语，将其写成了罪状。剩下的就是如何将那颗夜明珠换下来的。这颗南海夜明珠平日里由专人保管，藏于府中库房深处，防卫森严。我只能等寿宴将至，我才能有机会接触到那颗夜明珠。当下还是要尽快得到何冲的信任才行。短短10日，我马步稳如磐石，枪法学得也有模有样。秦教头指点我几招枪术的变招，我凭借着提升后的神经肌肉协调性和反应速度，往往一学就会，甚至能举一反三。还不到1个月，秦教头便答应收我为徒，还说我大器晚成，是个苗子。我心中暗喜，这初级武学圣体果然不凡，不仅强化了我的身体，似乎连学习能力也间接提升了。每日清晨给何冲请安、泡茶的环节，我依旧雷打不动。何冲似乎也习惯了我的侍奉，偶尔会与我谈论一些朝堂之上的见闻，虽不深说，但也让我对朝中各方势力的盘根错节有了更直观的认识。我则利用初级参谋思维，将这些信息碎片拼凑起来，分析着魏忠明的势力分布和潜在的弱点。转眼，距离皇后寿宴只剩下5天，那颗南海夜明珠已经从库房取出，存放在书房的暗格之中，等待寿宴当日呈送。寿宴前1天，我潜入书房，找到了那颗夜明珠。可就在我准备将罪状纸条换进去的时候，何冲却从面前一个暗门中走了出来，当场抓我个正着。阿斗，你这是干什么？何冲眯着眼，对我一阵打量，眼神冰冷地盯着我手里的锦盒和纸条。我心脏狂跳，心中思绪乱飞，怎么这么寸啊？要是何冲发现我想构陷他谋反，他一定会杀了我。这怎么办？何冲看着还没来得及被我塞进锦盒里的纸条，眉头紧锁。你跟魏忠明有仇吗？我心脏狂跳，大脑飞速运转，目光落在那张写满魏忠明罪状的纸条上，又看了看何冲冰冷的眼神，一个念头瞬间闪过，我扑通一声跪下，带着一丝惶恐和决绝。义父，魏忠明欺上瞒下，残害忠良，他强占民田，逼死良民，克扣军饷，导致边关将士冻饿而死者不计其数，更暗中勾结倭寇，倒卖军械，桩桩件件，罪大恶极。我的声音因激动而颤抖。孩儿曾亲眼见魏府恶奴当街殴打一个卖炭老翁，只因其挡了魏家公子的马车，那老翁被打断了双腿，哭天抢地，可官差路过却视而不见。义父恶贼当道，人人得而诛之。我要将那位忠明的为人都告诉陛下。孩儿虽是乞丐出身，却也知道何为善恶。为忠明祸国殃民，人人得而诛之。孩儿斗胆偷换献礼，并非要陷义父于不义，而是想借陛下之手惩办魏贼，为民做主。何冲深叹一口气，似乎是信了我的鬼话，立马软了口气，说道：你可知这夜明珠是要献给皇后的寿礼？如此偷梁换柱，稍有差池，便是欺君之罪。我故作委屈，双眼含泪。孩儿没想那么多，罢了。何冲再次叹了一口气，转手便将那纸条塞进了那颗夜明珠的下面。我一愣，义父这事儿。何冲看向我，我也想看看陛下是何态度。我心中一顿，终于知道该怎么逼何冲造反了。与其跟一个忠臣费口舌，不如跟奸臣传递个消息。离开书房后，我即刻写了一封匿名信，路边叫来打更的，连夜送往了丞相府内。果然，第2天午后，宫中传来消息，何冲涉嫌构陷忠良，陛下龙颜大怒，当场将何冲打入天牢，听候发落。贵妃何雨思也被囚禁北院寝殿，不得外出。消息传来，国公府上下人心惶惶。我知道这一步棋走对了，魏忠明果然上钩。他定是在收到我那封匿名信后，反咬一口，将所有脏水泼到了何冲身上。
温馨提示：距离支线任务结束期限还剩下40天。我坐在房中，正在翻看何冲手上的机密文件，系统却在此时发来倒计时的提示。我才恍然，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如今魏忠明已经跟何冲彻底撕破脸，他必定会趁此机会除掉何冲。我得赶紧杀了李默，不然何冲在行欲威武。何冲被囚天牢，我成了国公府名义上的主事人之一。秦教头和军中几位何冲的名声，当天晚上就到书房找到我。阿斗少主，秦教头声音沙哑：国公爷被冤，我等岂能坐视不理？不如今夜便劫狱。是啊，国公爷忠心耿耿，陛下却连调查都没有，直接将国公爷打入天牢，这分明是判罪了。我看陛下是忘了，当初国公爷从龙有功，2位公子也战死沙场，他却如此无情，竟然会相信那个魏忠明的诬陷之词。其他人也纷纷为何冲叫屈。我看着他们，轻声说道：自古帝王多疑，罪忌功高震主，义父便是犯了兵家大忌，这才会失去陛下的信任。再加上魏忠明的谗言，陛下自然先入为主，觉得义父不忠。秦教头一拳头狠狠砸在书案之上，怒不可遏。陛下就是受了那魏贼的蛊惑，可我们，看着他们个个唉声叹气，我知道我的机会来了。师父，我眼下最担心的还不是义父的罪责，我担心的是那个李默。我此言一出，众人纷纷抬起眼，惊愕地看着我。我深叹一口气，故作悔不当初。早知道当时我就不杀那捕快了。如今义父被押刑狱，那李默乃是刑部侍郎，刚巧落在他手里，只怕他会趁此机会挟私报复，对义父不利。对呀，秦教头突然明白过来什么。李默那日在国公府没讨到便宜，定然要报复国公爷。我犹豫着，顿地说道：要是李默突然死了呢？众人一愣，再次把目光对准我。天牢守卫森严，且陛下疑心正宠，此时劫狱，正中魏忠明下怀，反而会让义父落下谋逆之罪。但魏忠明一定会趁义父被囚，趁机对他痛下杀手，而这刽子手只能是李默。如果我们除掉李默，魏忠明便会失去一臂，也可暂时保全义父，好让咱们再做筹谋。我深叹一口气，握紧放在书案之上的拳头。魏忠明既然敢构陷义父，必定留有后手，他下一步定会趁机抄没国公府，斩草除根。师父，你立刻带人将府中所有关于义父与军中就不联络的信物、书信全部转移到安全之处，切记不可留下任何痕迹，然后随我暗杀李默。暗杀李默？秦教头的眸子猛地一缩，显然没想到我会有此决定。可杀了李默，国公爷不是更出不来了吗？我轻笑一声，魏忠明的敌人也不少，咱们随便伪造个信件就行了。秦教头顿时恍然，随即用力点头，眼中全是不成功便成仁的决绝。属下领命。秦教头离开之后，我转向剩下的几位老仆和军中将领。如今府中危急，还望各位同心协力。魏忠明的人随时可能上门，你们只需如常应对，拖延时间即可。是。安排妥当之后，我便和秦教头换上夜行服，前往李默的家。首先要想法子把李默从刑部引出来，最好的理由就是家中有刺客，李默必定要回府查看。可就在我和秦教头离开国公府的时候，魏忠明的右臂赵颖王杰大人便带着一队官兵，气势汹汹地包围了国公府。我早已跟管家安排好，任由他们随便闹，不必理会。我和秦教头趁着夜色去往刑部侍郎府邸。少主，李默府邸守卫虽不如天牢那般严密，但也不容小觑。我们如何引他回府？秦教头压低声音在我耳边问道，他的呼吸平稳，显然是前行的老手。我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师父，你想法子在院中烧个火堆，然后大喊有刺客，喊完立即离开，咱们出发去刑部，在半路截杀李默。说罢，秦教头没有犹豫，直接翻身入院。我则找个隐蔽的角落躲藏。走水了，走水了，有刺客！很快，宅院里发出了刺耳的尖叫声，顿时里面火光冲天，映红了半边夜空。秦教头的身影如鬼魅般从后院翻墙而出，与我会合。办妥了，他低声道，眼中闪过一丝兴奋。我点了点头，不再耽搁，朝着刑部方向疾驰而去。李默此刻必定还在刑部处理公务，听闻家中走水有刺客，以他的性子，肯定要赶回府邸查看。可他毕竟是刑部侍郎，也非泛泛之辈，离开之前会安顿好何冲，那他恐怕会独身回府。我们要做的就是在他回府的必经之路上引他上黄泉路。我俩找到一处僻静的小巷，这里是李默从刑部回府的近路，平日里鲜有人经过，墙壁高耸，正是伏击的绝佳地点。我们屏息凝神，
隐藏在一个堆满杂物的阴影角落，心脏在胸腔里沉稳地跳动着。初级武学圣体带来的强化，让我即使在这种高度紧张的状态下，依然能保持身体的绝对控制和感官的敏锐。耳朵仔细分辨着周围的每一丝动静，脚步声、车轮声，远处打更人的梆子声。大约过了1炷香的时间，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由远及近。我和秦教头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警惕。来了。秦教头低声道，握紧了手中的长刀。远处一人策马而来，身着绯色官袍，面容英质，正是李默。他果真谨慎小心，怀疑是有人劫狱，所以把人马都留在刑部独身前来。少主，你真厉害，什么都让你料准了。秦教头一脸兴奋和激动地仰视着我，我轻笑一声，之后要看师傅的了，我会在暗中助你一臂之力。好。驾！此时李默不停地催促着马匹，恨不得立刻飞回府中。就在他即将经过我们藏身的小巷口时，我对秦教头使了个眼色。秦教头如猛虎下山般从阴影中暴起，手中长刀带着凌厉的风声直劈向李默。起初我还以为那李默只是个文官，却不想也是个高手，顿时抽出腰间隐藏的软剑，与秦教头打成一片。那软剑如毒蛇吐信，招式刁钻狠辣。秦教头的长刀大开大合，刚猛无比，却一时竟也奈何他不得。我心中一紧，这李默藏得够深，看来魏忠明手下果然不乏能人。还好我想到了这一层，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弩，对准李默。刹那间，秦教头的刀直劈他的天灵盖，李默闪身躲过，我找准时机，大喊道：“蹲下！”秦教头直接蹲下，将李默暴露在我的射程范围。只听嗖的一声，弩箭直取他的咽喉。支线任务3：暗杀李默、魏忠明和何冲彻底翻脸已完成，奖励初级模仿笔记、初级易容换脸、初级识文断字能力。听见系统一系列提示，我心里是止不住的激动，这些奖励来得太及时了。少主，这尸体怎么处理？秦教头检查着李默，确认已经断气，转而看向我：“咱们要怎么嫁祸给魏贼的仇家？”我缓了一口气，心里顿时有了主意。就放在这，不用管，咱们赶紧回镇国公府，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秦教头点了点头，我们俩抄小路回到国公府。回到国公府的时候，王杰带来的人马正在国公府搜查。我让秦教头想法子拖住他们，自己则去了何冲的书房。魏忠明的目的无非是栽赃嫁祸，不管今日在府里有没有找到他们想要的东西，都不是重点，毕竟可以栽赃。但我必须先他们一步，准备好信件，而且还要做得非常假才行。很快，2个穿着兵服的人闯进书房，我趁机假装藏匿信件，他们顿时提高警惕，赶紧从我手里抢走信件，将我也一并抓了起来。大胆狂徒，竟敢私藏逆党书信！为首的士兵厉声喝道，手中高举着从我手里抢走的罪证。我被他们粗暴地扭住胳膊，脸上恰到好处地露出惊慌失措又倔强的神色。你们干什么？这是诬陷，是栽赃！放开我！诬陷，人赃并获，还敢狡辩！另一名士兵冷笑一声，将那封信小心翼翼地收进怀中，仿佛得了什么天大的功劳。我被他们压着穿过混乱的庭院，一路上看到王杰正指挥着手下翻箱倒柜，府中一片狼藉。秦教头和几位老仆则被几名士兵围在一旁，面色焦急却又无可奈何，显然是按照我的吩咐在拖延。王杰大人，搜到了，搜到何冲与边关将领私通的密信。压着我的士兵兴奋地朝着王杰喊道。王杰闻讯立刻快步走过来，一把夺过那封信，展开细看。那是我故意模仿何冲的笔记给边关将领传递的密函，当中写明了对陛下的怨言以及对魏忠明的憎恨。在末尾处，我还故意沾上几滴墨字，让这封信看起来像是在仓促中刻意伪造的。王杰眉头先是一挑，眼中闪过一丝疑惑，并没有因为这份证据而感到喜悦。毕竟专业的人一看就知道里面的内容过于直白和粗糙，完全不符合何冲的语气和性子。王杰看着我，眼神锐利如刀。这些是从你身上搜出来的？我梗着脖子怒视着他。不是，这是有人故意放在书房，要污蔑我义父的，这是假的，是魏忠明老贼陷害我义父的。王杰眯起了眼，随即似乎明白了什么，立马对我呵斥：大胆，这分明就是你打算销毁的罪证，好在被我们发现，何冲意图谋反，还构陷右相，罪证确凿，给我把所有人都关押起来，等候圣上发落。就这样，镇国公府所有人都被押入天牢。王杰急于拿着证据去向魏忠明邀功，并没有立刻提审，只是将我们暂时关押在一起。夜深人静，囚室外巡逻士兵的脚步声渐行渐远。秦教头凑近我暗说：少主，那些信是怎么回事？我深叹一口气，愤恨握紧拳头。本想回书房把义父的东西收好，却不想发现
他的书案上放着那些谋反的信件，那一看就是仓促写下的，摆明了想要嫁祸郑国公府。我正打算销毁，王姐的人就抓住我了，真是可恶！秦教头愤恨不已，一拳砸在石壁上。这个魏贼死有余辜。眼见秦教头信了我，我便赶紧说道：“师父，要是陛下相信了那些伪造的信件，只怕咱们所有人都会死。我死不要紧，要不是因为我杀了李默的小舅子，义父也不会被魏忠明盯上。但我不想义父这个忠臣白白枉死在奸贼手中，都是我不好。”秦教头无奈地摇着头，一手用力扶住我的肩。少主，别说这种话，属下知道你也尽力了，这不是你的错，要怪就怪陛下听信谗言，奸臣当道，祸乱朝纲，他却充耳不闻。国公爷纵是忠肝义胆，可毕竟暗箭难防啊。我沉默着低下头，让悔恨的情绪在脸上蔓延，心中却在快速盘算着下一步的计划。秦教头见我如此自责，更是心疼，拍着我的背安慰道：“少主，事已至此，咱们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我抬起头，眼中含泪，声音带着哽咽：“可天牢守卫森严，咱们如何能活着出去？更何况魏忠明，既然部下如此天罗地网，恐怕很快就会杀了义父。那怎么办？”一听魏忠明要杀何冲，秦教头也急了：“师父，我倒是有一个险招，就怕师父不敢冒险。”少主请讲，只要能救国公爷，属下万死不辞。秦教头眼神一凛，毫不犹豫地说道。我犹豫片刻，用只有2人能听到的声音说道：“你假意投诚，想法子离开大牢，召集兵马劫狱救人。”秦教头没想到我会这么说，当即倒吸一口凉气。你说什么？我缓了缓，继续说：“咱们被困无法自救，必须得有人出去，告诉外面的人发生了什么吧。你跟随我义父多年，他的亲信门生你最熟悉，大家会相信你。我在这里想法子找到义父被关在哪儿，咱们里应外合。”可是，秦教头犹豫起来：“谋反，国公爷能同意吗？还有，大小姐尚在宫中，咱们若是谋反，那大小姐怎么办？”我顿了下，差点忘了还有个何雨思。这样，你出去之后，想法子联系大小姐，给她说清楚，咱们得先救出义父。要是义父死了，大小姐也会死的。万一陛下相信了那些信，那就来不及了。沉思片刻，秦教头一咬牙，用力点头：“好。”眼见秦教头同意，我眼中闪烁着光芒，将提前伪造好的一封关于何冲和敌国主将联络的信件交给他。这个信是我从那一堆信里抽出来的，你把这封信交给魏忠明，然后根据脑海中的参谋思维，我把他要说的话以及魏忠明听到话有可能出现的反应都一一分析出来。只要秦教头背叛，即使魏忠明不相信，也会为了试探而让他离开。只要他离开，魏忠明一定会暗中派人跟着，到时候亲眼看到秦教头联络旧部，准备劫狱，那魏忠明定会在陛下面前添油加醋，坐实了何冲谋反的罪名。何冲被逼入绝境，一定会同意造反，这才是我的目的。很快，刑部就派人提审了秦教头，之后过了很长时间都没见秦教头回来，想来他是按照我说的做了。那接下来就只剩下等了。任务倒计时7天。我去，只剩下7天了吗？我心中一紧，原本以为还有些时间可以从容布局，没想到系统给出的倒计时竟如此紧迫。希望秦教头那边一切顺利。天牢的日子枯燥而压抑，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煎熬。我和其他被关押的人挤在一间不算太大的牢房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霉味和淡淡的血腥气，众人脸上都带着焦虑和惶恐，不时有人低声议论着外面的情况，猜测着国公爷的安危。在秦教头离开后，刑部没有再提审任何国公府的人，我强作镇定，一边安抚着众人，让他们相信秦教头定会搬来救兵，一边暗中观察着牢房外的动静。魏忠明的人似乎并没有急于对我们下手，这让我稍稍松了口气，看来他这回的心思应该都在秦教头的身上。时间一点点流逝，牢房外的光线由明转暗，又由暗转明。1天过去了，2天过去了，秦教头依旧杳无音信，牢房内的气氛也越来越凝重。我表面上不动声色，心中却早已心急如焚。任务倒计时6天，倒计时5天。系统冰冷的提示音如同催命符一般，在我脑海中反复响起，每一次响起都让我的心沉下一分。就在我几乎要失去耐心，开始思考别的出路时，牢房外终于传来了一阵不同寻常的脚步声。这脚步声急促而杂乱，不像是平日里巡逻的狱卒，倒像是有什么重要人物即将到来。我精神一振，屏住呼吸。此时，几名身着官服的人走了进来，为首的正是王杰，他身后跟着几名刑部的官员，脸上都带着异样的神色。王杰的目光在牢房内扫了一圈，最后落在了我的身上，眼神冰冷而锐利。
公子，跟我们走一趟吧，右相大人要亲自见你。魏忠明要见我，我心中一动，机会来了。秦教头那边想必已经成功了。魏忠明在这个时候找到我这个义子，恐怕是为了给何冲致命一击，让陛下处死何冲。两名狱卒上前，一左一右架住我的胳膊，我没有反抗，任由他们将我带出牢房。穿过幽深潮湿的甬道，空气中的霉味和血腥气愈发浓重。我的目光快速扫过周围的环境，默默记下通道的布局、守卫的位置。很快，我们来到一处相对宽敞的房间，房间内陈设简单，只有一张大案和几把椅子。一个穿着一身深色朝服，脸上沟壑纵横，眼神浑浊，却又不时闪过一丝金光的中年男人，正端坐主位，看着书案上的文件。重点人物提示：魏忠明，当朝右丞相，应有从龙之功。皇帝登基后便封为右丞相，管理军机处，处理朝堂要务。皇帝出巡时曾舍命相救而被皇帝信任，但其家族势力极度膨胀，党羽遍布朝野，与何冲政见向左而产生隔阂。这些年分化河中势力，挑拨皇帝与何冲的关系。看着男人头上闪现过的一行小字，我顿时恍然，他就是魏忠明。魏忠明的目光此时缓缓抬起，落在我身上，上下打量了我许久，那眼神仿佛要将我从里到外看个通透。你就是何冲那个义子阿斗？魏忠明缓缓开口，声音平淡，听不出喜怒。又相见我，所谓何事？我轻声开口。魏忠明端起桌上的茶杯，轻轻吹了吹浮沫，慢条斯理地啜了一口，才缓缓说道：听说郑国公书房内搜出的信件是你保管的。他眼睛一瞪，我立马不受控制的浑身打了个寒战。那些信的字迹、语气，还有信中的内容，一副对陛下忠心耿耿，怎会说出那般大逆不道的话？我一边说，一边偷偷观察魏忠明的神色，他脸上依旧没什么表情，仿佛在听一个无关紧要的故事。魏忠明放下茶杯，杯底与桌面碰撞，发出一声轻响，在这安静的房间里显得格外清晰。公子倒是对令尊的字迹颇为熟悉，只是空口无凭。如今人证物证俱在，圣上已是龙颜大怒。人证物证？我学着何冲的模样，急切地问道：除了那些伪造的信件，还有什么人证物证？我要和他们对质。魏忠明嘴角勾起一抹诡异弧度。对质不必了，你的好师傅秦教头已经把一切都招了。秦教头？我故意露出茫然不解的神情。师傅，他招了什么？他怎么会？怎么不会？魏忠明身体微微前倾，声音压得更低，带着一种猫捉老鼠般的戏谑。他说是你指使他暗杀了刑部侍郎李默，意图嫁祸，挑起老夫与李默背后势力的冲突。他还说是你让他伪造信件，栽赃你义父谋反。他甚至已经带着人去联络郑国公旧部，准备劫狱了。我踉跄着后退一步，脸上血色尽失，仿佛受到了天大的打击，音都带上了哭腔。不可能，师父不会这么做的，你在骗我。魏忠明，你这个老狐狸，你一定是对他用了酷刑，比他说的。酷刑？魏忠明抚掌大笑，笑声中充满了得意。对付一条丧家之犬，何须酷刑？他不过是识时务罢了。他现在可是戴罪立功，指望着老夫在圣上面前为他美言几句，饶他一条狗命呢。我顿时心里凉了半截。你？魏忠明笑得更加灿烂起来。老夫今日见你，并非要与你争辩，这些念在你年幼无知，或许是被何冲蒙蔽。只要你……他顿了顿，眼中闪过一丝诱惑。只要你在圣上面前亲口指证何冲谋反，说出是他指使你暗杀李默，指使秦教头联络旧部，老夫可以保你一命，甚至还能给你一个锦绣前程，如何？终于要来了，我心中冷笑，面上却露出犹豫挣扎之色，眼神闪烁不定。魏忠明见状，以为我心动了，语气更加缓和。公子，识时务者为俊杰，何冲已是阶下囚，他的党羽也即将被一网打尽。你若执迷不悟，只能陪他一起下地狱。想想你的未来，你还年轻，何必为了一个将死之人毁了自己？我低下头，肩膀微微颤抖，似乎在做着艰难的抉择。魏忠明和他的手下都紧紧盯着我，等待着我的答案。良久，我缓缓抬起头，我的声音沙哑干涩。我答应你。魏忠明脸上瞬间露出了胜利的笑容，那笑容如同盛开的菊花，却比任何时候都要丑陋。好，来人，带公子下去好生伺候着，莫要让他受了委屈。待明日早朝，公子便随老夫一同面圣。且慢。此时我调转了口风。魏忠明一愣，哦，公子还有何话可说？我眼睛转了一圈，低声说道：我有法子，可让何冲原形毕露。魏忠明猛地一怔，立马坐直了身子。说下去。与其让我这个义子在陛下面前说，
不如让何冲自己表现更具备说服力，这样陛下就不会再相信他了，这不是更好吗？魏忠明眯起了眼，我紧接着说道：“我有个要求，还请右相答应。”听见我说条件，魏忠明这才缓和了表情，笑道：“说。”我想了想，事成之后，我要当禁军教头，您也不得再追究我杀了黎墨的事，行吗？魏忠明闻言，眼中闪过一丝讶异，随即便大笑起来。好一个有野心的小子！禁军教头你倒是敢想，不过只要你能助老夫彻底扳倒何冲，让他永无翻身之日，莫说一个禁军教头，便是当朝司马大将军也不是没有可能。至于李默，不过是死了的奴才，何足挂齿？老夫一句话，便可让他烟消云散。我心中暗骂老狐狸狡猾，面上却露出如释重负的笑容，深深鞠了一躬。多谢右相成全，若能如此，小的定当肝脑涂地，为右相效犬马之劳。很好。魏忠明满意地点点头，迫不及待地开口：“那你说说，你有何法子能让何冲原形毕露？”我凑近几步，故作神秘地压低声音：“您只需告诉他，我誓死不出卖他，然后咬舌自尽了。他定然会情绪激动，然后就等着秦教头来劫狱即可。到时候右相敞开大门，等何冲离开刑部，便可坐实何冲造反的罪名。”魏忠明立马眼中金光一闪，沉思片刻，笑道：“妙哉，此计甚妙。人证物证虽在，但若能让他自露马脚，那便是铁证如山，再无辩驳之余地。届时再杀他，就是师出有名了。”很快，2名官员恭敬地将我引了出去。这次的待遇与来时截然不同，他们将我带到一间干净整洁的偏殿，奉上了茶水点心，还有人送来了一套质地精良的锦袍，更有2名婢女伺候我的饮食起居。魏忠明想必正沉浸在即将扳倒政敌的喜悦之中，对我这个弃暗投明的义子，应该不会再有过多的怀疑。而秦教头，按照计划，此刻应该已经联络了足够的力量，差不多也该到时候了。任务倒计时3天。系统的提示音再次响起，如同战鼓敲击着我的神经。2天后的深夜，外面突然传来了兵马声，我立即警惕起来，直接打昏2个婢女，冲了出去。兵刃碰撞声和杂乱脚步声从远处传来。魏忠明果然按照我说的，将刑部的兵马提前撤走。此时的刑部空无一人，我循着记忆中通道的布局，脚步飞快地朝着关押重犯的天牢深处奔去。穿过最后一道铁门，我看到前方不远处的走廊尽头，一间牢房的门虚掩着，里面隐约传来压抑的对话声。我放轻脚步，悄悄靠近，透过门缝向里望去，只见牢房内何冲穿着囚服，须发凌乱，浑身是血，正与秦教头对话。国公爷，陛下已经对您有所怀疑，您就跟属下走吧。何冲眉头紧锁。阿斗呢？他怎么样了？魏忠明说他死了，我不信。他到底如何？秦教头脸上露出难色。公子为了计划，为了掩护您，已经咬舌自尽了。什么？何冲如遭雷击，猛地后退一步，眼中瞬间布满血丝，声音嘶哑：“阿斗，竟真的，我的儿啊！”他猛地一拳砸在墙壁上，石屑纷飞，手背顿时渗出血迹。见状，我赶紧冲进去，大喊一声：“义父，我没死！”何冲和秦教头同时惊愕地回头，看到我活生生地站在门口。何冲的眼中先是难以置信，随即爆发出狂喜和后怕。阿斗，你真的没事？义父，来不及解释了。我冲上前，一把拉住何冲的胳膊，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这里。说罢，也不顾何冲拒绝，我和秦教头直接将他拉出了牢房，往外面冲。可刚跑出没几步，走廊2侧突然响起密集的脚步声，我心中一沉，魏忠明这老狐狸果然留了后手，他撤走了明面上的兵马，却在暗处布下天罗地网，失算了。国公爷，小心！秦教头大喝一声，猛地将何冲护在身后，眼神警惕地盯着前方出现的大批黑衣人。魏忠明，你言而无信！我怒声喝道，同时快速扫视四周，寻找脱身的机会。天殿通往天牢的这条路是我之前观察好的，本以为魏忠明会为了引蛇出洞而开放这条通道，没想到他竟然在这里设下了埋伏。魏忠明的声音从黑衣人身后传来，带着毫不掩饰的得意。阿斗啊阿斗，你以为老夫真的会信你这黄口小儿的鬼话吗？引何冲出来是真，但放他走却是万万不能。今日你们父子2人便一同葬身于此吧。随着他话音落下，黑衣人如同潮水般涌了上来。秦教头以一敌10，暂时挡住了黑衣人的攻势，但对方人数实在太多，秦教头身上很快便添了几个伤口。我紧张地观察四周，此时满脑子都是系统的提示：若在副本中宿主死亡，本体一同死亡。我绝不能死在这！杀！救出国公爷！就在这时，
敌人后方立即传来兵马之声，是援军到了吗？火把的光芒中，我看到为首的是一个穿着将领军服的中年男人，他手持长枪，身后跟着数百名镇国公府的亲兵，个个面色坚毅，杀气腾腾。重点人物介绍：莫军，点军校尉，乃何冲门生，曾平乱有功，得何冲提拔。何冲被封镇国公后，手下部分兵马都交由莫军监管，是何冲对抗魏忠明的关键人物。莫军对何冲忠心耿耿，因不满魏党专权而被排挤，一直暗中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看着莫军头顶的小字，我顿时信心倍增。既是系统提示的重要人物，那必定是个悍将。国公爷，属下来救您了！莫军一边喊着，一边从外围杀了进来。眼见救援已到，镇国公府的亲兵们也如同猛虎下山，与魏忠明的手下厮杀在一起。魏忠明脸色铁青，没想到在这重重包围之下，竟然还有援军杀进来，顿时慌了手脚，连连后退。废物，一群废物，给我杀，一个都别放过！场面顿时陷入混战。秦教头护着何冲，我则紧随其后，寻找突围的缺口。莫军勇猛异常，带着亲兵们硬生生撕开了一道口子。国公爷，快走！就在这时，一名黑衣人突破了秦教头的防御，一刀朝着何冲的后心刺来。义父小心！我顿时慌张，想也没想便扑了过去。就在我以为那刀锋要将我劈开之际，却有一个坚硬的胸膛将我紧紧护住。师父！秦教头用自己的身体硬生生替我挨下一刀，顿时鲜血四溅。少主保护国公爷，师父护你们杀出去！秦教头一声呐喊，不顾后背刀伤，拉着我的手腕就拼命往前冲。可很快，魏忠明的援军也赶到。秦教头在临危之际，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将我推了出去。少主，以后就交给你了，为我报仇！说着，他又转身冲了回去。师父，我急忙追过去，却被莫军一把抓住。救我师父！救救我师父！这么长时间的相处，说没有感情那是假的，我怎么能就这么看着他去送死？少主，不可！莫军脸色凝重，死死拽着我的胳膊。秦教头是为了护国公爷和您脱身，我们不能辜负他的牺牲，快走！他的手上力道极大，几乎要捏碎我的骨头。何冲也红着眼，一把将我揽在怀里，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阿斗，听莫军的，走！我眼睁睁看着秦教头的身影被蜂拥而上的黑衣人吞没，然后便是一刀又一刀，泪水瞬间模糊了视线，喉咙里像是堵了一团滚烫的棉花，发不出任何声音。我只能任由何冲和莫军半拖半拽着提上马背。抓住何冲！抓住何冲！死活不论！身后是魏忠明气急败坏的咆哮声传来，莫军硬生生在密集的敌军中杀出一条血路。我紧紧攥着拳头，指甲深深嵌入掌心，疼痛让我保持着最后一丝清醒，目光紧盯着前方莫军撕开的缺口，不敢有片刻松懈。国公爷，属下已经安排了车马在城外接应。莫军大喊一声，指着城门的方向。因为魏忠明没有提前部署防备，所以我们很顺利就杀出了城外。我伏在何冲宽厚的背上，感受着他急促的心跳和微微颤抖的身体，心中五味杂陈。秦教头的身影一次次在眼前闪过，那句少主，以后就交给你了，为我报仇，如同重锤，狠狠砸在我的心上，让我忍不住哭了起来。阿斗，何冲的声音带着一丝沙哑，在我耳边响起：别哭，哭了你师父的心血就白费了，你得振作起来。我用力点头，泪水再次夺眶而出，哽咽着说不出话来。夜风呼啸而过，吹干了脸上的泪水，却吹不散心中的悲痛与仇恨。魏忠明，我在心中嘶吼着这个名字，此仇不共戴天。我们一路不敢停歇，快马加鞭朝着城外的集合点奔去。恭喜宿主完成主线任务，当前系统已升级进入新副本。诛杀奸臣魏忠明，获得奖励：高级武学圣体、高级参谋思维、中级玄学才能、现代军事策略大全、无限粮草空间。支线1：救出何思雨，限时30天。系统的声音再度把我吵醒，看来何冲已经答应造反，毕竟这也是我筹谋已久，如今更是水到渠成。何冲不反也得反。可当我听见诛杀魏忠明5个字的时候，顿时感觉血脉奔张，浑身都充满了干劲。主营中，何冲已然换上主帅服饰，端坐于帅案之后，目光视着帐内诸将。听说何冲要造反，各路的旧部将领皆身披铠甲前来相助，虽面带疲惫，却个个眼神坚毅，杀气凛然。诸位，何冲开口，声音略显沙哑疲惫。为忠明老贼权倾朝野，构陷忠良，残害百姓，更欲置本宫于死地。当今陛下听之任之，昏庸无道。他猛地一拍帅案，
双眼布满血丝。诸位可愿随我一同奉天承运，拨乱反正？愿随主帅赴汤蹈火，诛杀魏贼！愿随主帅诛杀魏贼！帐内诸将齐声应和，声浪震得整个帐篷似乎都微微颤动。何冲满意地点点头，目光转向我。阿斗，你虽年幼，却机智过人。此次若非你，我等皆已落入魏贼陷阱。你且说说，接下来我等当如何行事？所有人的目光瞬间聚焦在我身上，有审视，有期待，亦有几分因我年纪而产生的疑虑。我深吸一口气，知道何冲这是打算提拔众目的，只要我能说出个1、2、3来，那便是当前冲锋最合适的人选，也能堵住悠悠众口。压下心中的激荡，我走到帅案旁，指着早已铺开的舆图。义父，诸位将军，魏忠明势大，且其主力布防于城中，城外防备相对空虚。我们当前有3事最为紧要。我伸出3根手指，继续说道：其一，稳定军心，收拢残部，让他们知晓国公爷一举一棋，号召他们前来会合。其二，我指向于图上东南方向的一处关隘，这里是通往城中腹地的咽喉要道，魏忠明必定会派重兵把守，阻止我们回师京城。我们必须抢在魏贼反应过来之前，占据此地，作为我们的前沿阵地，进可攻，退可守。其三也是最为急迫之事，长姐和思雨还困在宫中，我们需要在30天之内，不，10天之内救出长姐。除此之外，我们还需抓紧筹粮。筹粮不过是我随意提出的，眼下我有系统给的无限粮草空间，根本不需要为粮食发愁，但我需要一个合理的理由将粮食拿出来才行。提及女儿，何冲的脸色顿时变得无比难看，拳头紧握。思雨，我绝不能让她有事。阿斗，此事义父放心，救长姐义不容辞。我已有万全之策，定然在10天之内救出长姐，且筹到第一批粮食。这件事交给我负责。何冲看着我，眼神复杂且坚定。好，阿斗，营救思雨之事，便由你统筹规划，需要何人何物，尽管开口。是。我心中一凛，深知此事责任重大。帐内再次陷入短暂的沉默，众人都在消化着这一系列的计划。何冲站起身，走到帐门口，掀开帐帘一角，望向漆黑的夜空以及远处京城的方向。我的目光则落在舆图上，那代表着京城的标记。这次我不只要救出何思雨，还得把师父的尸身一并带回。不想耽误时间，我和何冲兵分2路，他们前往咽喉要道，我则乔装易容前回京城。得知何冲造反的消息，京城动乱，不少百姓都准备举家逃离，却被官差拦截。我带着一小队人马，用易容术乔装成农民，靠近城门。大哥，这是咋了？我还没靠近，先大声喊着：这咋戒严了？我刚卖了粮食，拿钱给二叔看病，这咋不让进出来啊？官差一听，随即喊道：让进不让出，进去吧，就这样。官差很快就放行，让我们进去。曾经繁华的街道，如今行人寥寥，店铺大多关门歇业。魏忠明为了搜捕何冲余党，几乎是全城戒严，到处都能看到他的人马在横冲直撞，稍有不从便是一顿毒打，甚至直接抓走。少主真厉害，那守门的竟然没有怀疑我吧？就这么把咱们放进来了？身边人低声窃喜，警惕地观察着四周。我吐出一口气，有系统加持，他们自然看不出疑点。我想法子混进宫里，先看看能不能联系到长姐。你们兵分2路，一路去联系我义父的门生，一路看看能不能找到我师父的尸体。粮食的事，我想办法。说罢，我孤身一人前往皇宫。我穿着系统给的杂役服装，混在给御膳房送菜的队伍后面，低着头，尽量让自己显得不起眼。队伍行至宫门前，领头的管事太监尖着嗓子报了门号，值守的禁军仔细检查了腰牌和菜车，才放行。进了宫门，便是长长的通道。我花了点钱，才从御膳房人的嘴中打听到，何思雨如今被关押在冷宫。本来我还好奇，为何皇帝没将他关押天牢，这样也好，给了我一个绝佳的机会。趁着御膳房准备晚膳，一片混乱之际，我换上太监的服饰，悄悄溜出了御膳房。系统，我需要去冷宫的地图。地图需要自己调查，宿主已经获得初级玄学能力，可以通过测算来获取地图。我差点没骂出来，赶紧闭上了嘴，随即掐指一算，果然算出了冷宫的方位。不过既然已经知道方位，那我就不着急了。在此之前，还得做一些事，为后续准备才行。接下来的几天，我一会扮成太监，一会扮成侍卫，一会扮成宫女，先是把冷宫附近的情况摸透，然后开始在后宫造谣言，说天下即将易主，皇帝要下马。这流言让本就因何冲举事而人心浮动的内侍宫女们更加惶恐绝望。魏忠明得知后期的暴跳如雷，下令彻查流言源头。可这流言早已无孔不入，查来查去也抓不到真正的散播者。
毕竟我易容多次，早就找不到一开始散布流言的小太监。很快，城外的战火声传入了宫内，何冲已兵临城下。我趁着宫中大乱，算出最好的时辰，进入冷宫接应何思雨。只见屋内陈设简陋，一张木板床，一张旧桌，一个女子正站在窗前。她穿着一身素色的长衫，身形纤细，一头青丝仅用一根木簪挽着。张姐，我轻声询问。屋内的女子身体猛地一僵，缓缓回过头来。当看清她的容貌时，我不由得心中一颤，娇俏明媚，顾盼生辉，一双眸子清澈明亮，透着一股不屈的倔强。你叫我长姐，你是阿斗。一听她认识我，我赶紧掏出义父给我的令牌，证明身份。张姐，我是来救你出去的。我也压低声音，义父不日便会攻打京城，诛杀魏忠明。何思雨眼中闪过一丝光亮，随即又暗淡下去。他摇了摇头。可是我现在这个样子。他下意识地抚了抚自己的小腹，我知道他担心什么，安慰道：长姐放心，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孩子母亲只有一个，可爹能有无数个。何思雨一愣，诧异地看着我。你说什么？我赶紧改口，我的意思是，先活命要紧。你留在这会成为限制义父行动的软肋，咱们必须在开战前赶紧离开。何思雨怔怔地看着我，眼中闪现过一丝不信任的目光。好，阿斗，长姐信你。他深吸一口气，还是选择了相信我。为了能将她顺利带出，我也给她易容成宫女的模样。此时皇宫里传来了何冲随时都会攻打过来的消息，只有我知道，这是我出发之前跟何冲商量好的，目的就是要混淆视听，给我争取时间救何思雨。就在何思雨坐上离开京城的马车时，系统发来了提示：支线任务一已完成，奖励100米射程，百发百中隐藏弓弩1架。随着系统声音提示，我的左手腕间立马沉了一分。虽然眼睛看不见，可伸手一摸便能摸出袖口里藏着一把弓弩。100米射程之内，百发百中。支线任务2：暗杀王杰，让魏忠明再失去一地。支线任务3：暗杀卫青，拿到调兵符。我的眼中顿时烁烁放光，这任务正中我下怀啊！阿斗，你愣着干什么？何思雨掀开马车的帘子，焦急催我一起上马车离开。父亲就要打进来了，咱们得抓紧时间。我一只脚刚迈上马车，随后又收了回来。长姐，帮我给义父带句话，我在城中与他里应外合，咱们以烟花令为号，待我成事之后再行攻城。什么？何思雨顿时心惊，还没来及说什么，我直接拍了马屁股，马车立即飞驰而去。少主，我等留下支援少主，已在城中联络好主帅门生。身边人轻声说道。我缓了一口气，心中快速复盘。你们帮我传递个消息到军营给魏忠明的儿子卫青，就说王杰是何冲的内应，2天后要逃离京都，剩下的就不用管了。这他们自然不敢质疑，立马领命四散消失。我则退身黑暗之中。在与卫青约定的时间还有半天时，我模仿何冲的笔记给王杰送了一份密函，约他在城西门见面。以我对王杰的推测，他虽然不相信，但一定想来探查究竟，好抓住城中残余何冲的党羽，到魏忠明面前邀功。果不其然，还未到约定时间，王杰和卫青就同时到来。王杰，你真敢背叛我父亲！卫青乃是武将，脾气一上来就不管不顾，肯定是先将人拿下再说。果然，一句话就直接跟王杰打了起来。王杰哪里是他的对手，不到片刻功夫就重伤倒地。我趁机从远处的房顶上站起身，手中弓弩对准卫青大喊道：王大人，你的任务完成了，赶紧从西门离开，何将军在城外接应，你这里交给我了。说罢，我直接射箭，但我没用百发百中弩，而是用了普通的弩。卫青轻松躲过，却怒火中烧，恶狠狠瞪着王杰。你说什么？王杰有些没搞清楚状况，但也在下一秒反应过来。为将军我们中计。不等王杰把话说完，卫青直接将其头颅砍掉，我则趁机按下百发百中弩。那支弓箭悄无声息地射出，短短2秒钟的时差，直接穿透了卫青的眉心。我算是知道为什么叫百发百中了，原来是装了消音器啊！就在我的人拿出古符的时候，系统再度发来提示：所有支线任务已完成，请宿主尽快推进主线任务。我定了定心神，对着空中发射了烟花令。随着烟花在空中炸开，城墙外立即响起了号角之声。我带着虎符，直接接管了卫青的兵力。城门大开，何冲的兵马几乎没有任何损失，就顺势冲入，直捣皇宫。皇宫之内早已乱作一团。魏忠明听闻儿子身死，虎符被盗，王杰被杀，顿时如遭雷击，瘫坐在地，面如死灰。废物，都是废物！调御林军，调禁军，给我拦住他们！我要让何冲碎尸万段！然而，他手中的调兵令牌早已失去了效力。
五福在我手中。如今卫青的兵马已归我指挥，那些原本忠于他的禁军将领，要么被提前策反，要么在得知虎符易主后犹豫不决。就在此时，何冲带兵冲上了殿内。魏忠明虽厉害，可到底是个文官，被何冲追着满殿乱跑，丝毫没了那曾经只手遮天的右相气势。最终，魏忠明被何冲一脚踹翻在地。他看着步步逼近的何冲，眼中充满了恐惧与不甘，嘶吼道：“何冲，你敢弑君谋逆，必遭天谴！”何冲冷笑一声，一脚踩在他的胸口。天谴？你祸国殃民之时，怎不见天谴？今日我便替天行道，斩你这国之毒瘤！说罢，手起刀落。这时，内室传来消息，皇帝在寝宫自尽。诛杀奸臣魏忠明副本已完成，终极副本宿主登基称帝。称帝后，游戏结束，时空门开启，宿主可返回现实，获得3000万奖金。我缓了一口气，靠近何冲，试探开口：“义父如今大局已定，天下不可无主，不如义父。”休要胡说！何冲看着大殿之上的一片狼藉，深深叹息：“我何冲一生戎马，只为匡扶正义，清除奸佞，从未有过称帝之心。如今魏贼已除，陛下也爱国，不可一日无君。当务之急是拥立一位贤明之人，以安天下民心。”他顿了顿，目光对准了我：“阿斗，你并非我亲生，却聪慧过人，有勇有谋。更难得的是心存仁善，明辨是非。”我心中一动，难道？何冲继续说道：“你虽无皇室血脉，却有帝王之才，更有拯救万民于水火的功绩。若你愿担此重任，我何冲愿率文武百官奉你为主。”我从未想过，何冲心里竟然会有这样的打算。就在我还没想出如何应对之际，莫军第一个反应过来，单膝跪地，声震如雷：“末将莫军参见新皇，我等将士为新皇马首饰瞻。”参见新皇，参见新皇，吾皇万岁万万岁！看着满朝文武跪地大喊万岁，我却有种劫后重生的错觉。此刻脑海里想着的是登基称帝，游戏结束，返回现实，3000万奖金。好，那我应天命，改国号。恭喜宿主完成游戏全部副本，时空之门开启，宿主可随时离开，返回现实，3000万奖金已到账。